Jacob 跟我第一次的合作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大概2年前了吧。对，那时候是拍一个运动产品的影片。对，我记得。这应该是你第一个没有被要求脱衣服的通告吧？对，这是第一个。因为基本上你宣传的要是你的写真，对，所以都会应他们要求说要秀一下身材给观众看。第一个问题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当 model， 但是其实你是法律系的毕业生。对，我是法律系毕业。为什么会想要走 model 这个工作？其实，在学生时期那时候就对模特这产业有一种憧憬，有一个幻想，所以我其实，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去报名，像10啊或凯沃他们的模特比赛。对，那时候我其实有给我自己设一个年限，就是到25岁的时候去尝试看看。那过了25岁的时候就专心冲自己的事业。对。然后就在16年的时候我去报名参加 Men's Uno 比赛，那也顺利就赢了这个比赛之后，才开始做模特这个领域。这样子。那时候是几岁？那时候有点年纪，那时候刚好25。对，就刚好25。如果那一次没有得名的话，那你可能就会往别的地方发展，对不对？对。所谓时尚这件事情，跟裸露其实是有关系的。裸露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？裸露，就展现自己的身体，是展现自己的身体。因为我有健身的关系，所以大部分我接到的案子都会偏向运动或是健身这一块。对，那它是好也是坏，因为像有些精品的案子我可能就接不到，因为他们还是有典型的想法，他们在找东方模特的时候，习惯会去找比较身材瘦，就是高挑，然后很纤细的男生。对，像我就有试过几个大的精品品牌，就因为这样子没办法被选上。但是你的脸其实是很有点西方，因为你混血的关系，所以其实你的脸还蛮有点西方的感觉。这也是一点之一，在模特界，他们会比较倾向找东方味重的模特。他也可能成为你的阻碍之一，对不对？对。上次我们问了南中，他说因为他也是菲律宾混血，原来这个是所谓时尚或者是一个还蛮难过的一个关。就高端时尚的市场，他们现在需求还是这样子啊。对。所以你做 model 应该也有是5-6年的时间了。4年多了。4年多。对。model 的生涯当中，你觉得你开心吗？有好有坏。就好的部分，如果你今天的作品是不错的，那当然就会被肯定，受到肯定，然后观众也希望。那如果有些不好的，有时候看到留言，其实也是会蛮难过的，这样子。是因为照片不好，或者是 video 不好，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哪里不好？可能刚开始前期的专业度不够。那后者像是写真部分，因为它是个比较争议性的作品，它会造成2极的反应，喜欢的会很喜欢，那不喜欢的就会觉得可能难登大雅之堂啊，就有点不入流。艺术跟色情之分。对。那这其实也有影响到我的工作。很多人看到我照片的时候，会觉得我是那样的人，他们就会觉得说，所以你在镜头前，你就是一个搔首弄姿，所以你是轻浮的，就是一个比较情色的人。然后评价就不会那么高。只因为1-2个不平，心情就受影响。对，我也还在磨练，就是去消化这些。对。那有没有尝试着，例如说，就是不去看的？有。所以后期啊，有些新的作品出来的时候，照片啊或者影片也好啊，我都会尽量不要去看留言。对，不敢看。什么时候开始练健身？差不多是在大学新生的时候。对。为什么会想健身？那时候说起来有点肤浅，就是喜欢的女孩子，那时候她喜欢的是运动型的男孩子，然后那时候我很瘦。那我有试着就是去表态喜欢她，可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身材，所以后来才想说好，就是要把自己的身材练起来。对，然后去追这个女生这样子。展现身材这件事情，
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要展现身材，或者是你可能本身就喜欢？刚开始确实是因为工作，那经纪人也有提醒我，就是要有个限度，就是不能露太多，也是要留一些遐想的空间。那因为出了写真，所以很多人看到我是没有穿衣服的照片。那很多照片，可能是我拍的，也有可能就是写真里面的照片这样子。写真的部分，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，因为在拍写真的时候，我被告知说我的样子必须就是必须是能够吸引人的，就是要挑逗这样子。那现实生活中，其实我也会欣赏好的身材，男女生都会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代表一个艺术，像这样，像是这样有点岔题了。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修过美学这堂课，然后那时候我美学介绍就是希腊雕像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身体其实有一种美学的展现，是对。那可是写真之后，让我慢慢意识到，不能只让大家看到这个面相，是因为现在有些人看到我，可能就觉得哦，他是个坨型，他就是个肌肉棒子，他就可能就是只有肉体而已。我的本业是教书，对吗？我有在大学任教，还有补习班。那刚好在大学就有一个校友，他就看到我有出写真，那他直接对我们的客户反映说：“怎么会请一个这样的老师出了写真集，然后在镜头前搔首弄姿的老师当就是一个讲师？”他还直接说：“难怪你们的大学会排名会慢慢落后。”其实看到这样的时候是有一点生气，也有点难过。写真男模，对 ，OK， 跟你的教师的身份，你在中间怎么做转换？教师的身份，因为毕竟教学是我的本业，然后从事时间也比模特久，所以在我的专业上，我还是保持一贯的专业。那写真这一块，就是我会切换到那个角色。我今天在拍照，那我就会先去做好准备。可能这个客户他希望的方向是怎么样，先去找一些范例图。那写真也是，我会参考一些欧美的啊，或是其他的写真。然后试着去往那个方向走，所以我会把它分得蛮清楚的啦。你的裸露的极限是？基本上就写真来说，只要遮住第3点都 OK。那时候在拍写真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就说好这是全裸拍摄，但是不全见，所以读者其实看不到重点部位。对。那裸露的话，我觉得要看场。像我个人有在健身，那我觉得我一方面也希望就是得到一些掌声认可，就是说，你今天练了健身有成果，那会想要被看见。那写真的照片不一样，它是会比较有点带有一点遐想，像这是在床上啊，或一些性感撩人的姿势。那我觉得这些都为了艺术，这些都可以做牺牲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极限。你刚说牺牲，它是一种牺牲吗？或许不是牺牲，像好莱坞很多大明星，他们在电影里面都有全裸演出过。对我来说，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被看见我身材这部分，毕竟我也是花蛮多的心思在这上面。对，像控制饮食，然后我几乎每天运动，对，这样子。就像你说，古希腊雕像，它一定是全裸的，对。所以，但是你说你的底线就是不能全裸，不能露第3点。那这个坚持，我想知道这个坚持的点是在，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另外一半，对，因为这是蛮私人的东西。二方面也是，如果你拍了这样的作品，那往后对我的生涯发展确实有点困难。如果我真的想要继续拍一些精品啊，或者是一些真的从事广告或是演戏的话，也很困难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它还不在我的选择里面呢。除了身材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想让大家看到的？我的其他身份，就像是稍早跟你说的，我在教师的身份，对，教师的身份，我在补习班，还有大学任教，然后还有私人家教。那这阵子我也开始培养新的技能，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摄影，所以我也有跟一位老师学摄影，让我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子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，除了肉体
之外，除了拍一些很漂亮的完美照片之外，还有其他什么的大家没看到的，我希望能被知道这些。演戏啊、唱歌啊，或者是这些的，听起来你对这些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哈。年轻的时候想过，我以前还蛮喜欢唱歌，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合唱团。演戏的部分，我们经纪公司有帮我们安排表演课，那过程中是蛮有趣。可是如果要说你有很大的表演欲望吗？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个性的人，对我还蛮。怎么讲？有点放不开。直接讲白话点，就是我其实放不太开，然后我是一个比较羞怯的人。因为很多演员他们是必须表现自己内心的澎湃，对，然后在肢体或者是表情上去呈现表演出来。可是我其实不太做得出来这些动作，就也还在磨练。可是我知道这不会是我想要走的路。对，我还是希望我个人比起目前荧光幕前的表演，我更喜欢幕后的工作，像是摄影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也好，我更喜欢是做这样的事情。你羞于表现自己，但是你敢于解放自己的身体，这个差别是？差别其实像是说，在演戏的时候，你在场其实会有蛮多个观众，可是，在拍摄的时候，就是我跟摄影师。对，然后我只需要在镜头面前呈现出观众想要看那一面就好了。那平面跟动态，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。平面我可以在那一刻变成大家想要的那个样子，可动态的方面，可能我自己肢体也不太好吧，可能表现出来会有点尴尬，那是看得出来的。之前你也拍过一个电影，对，还是微电影，对，演出的时候。你也有这种所谓的尴尬的感觉吗？还好的原因是因为，我不是主要人物，比较像是氛围的人物。那当下只要就是扮演那个角色，在那个情境里面去做那个角色会有的行为对话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那个相较容易。对，当选2020年的国际先生是台湾代表，对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？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真的就是，其实，在前一年的时候，他们主办单位就来面试我了，对。可是他们后来选另外一个男生，那主办单位也很直接跟我表明原因说，因为我的个性关系，我比较不会的去表现自己，比较害羞含蓄。他们觉得我必须在舞台上已经是呈现自信，已经准备好自己的状态了，所以后来过了1年，他们在找我，他们觉得，你好像可以了，所以才这一次就让我去比这样子。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面试过蛮多家经纪公司的模特这样子了。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应该还没有去吧？还没。对，你对这个比赛，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经验？对我来说，它跟我过去比的比赛或作品都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舞台。你今天跟你一样站在这舞台上的人，都是在自己国家内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，这样子。压力层级就不一样，因为你不是只代表自己了，你今天代表是台湾，你讲出来的话，你的行为，你都必须为你的国家负责，然后你也要知道你自己的国家的特色是什么。所以这也是我目前还在做的功课，我必须要如何去介绍台湾，那如何在一些机智问答或是一些他们的 challenges 里面的时候表现不一样。对，Jacob 觉得自己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？最迷人的地方哦，这是非常好的问题，就有点像是面试在问你，你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个性吧，这样讲有点自以为是，可是。我自己认为啦，我的个性，我会尽量刻意避免，不要让自己，这样讲，可能有点直接，可能因为在表演圈、演艺圈待久了，然后我自己
看多了就会觉得，像我这样傻傻的，然后讲话含蓄，好像不多。那你觉得这样的个性适合在演艺圈吗？不适合，非常不适合。在演艺圈，你是要一个非常会表现自己的人，对。所以我看了很多年轻小朋友们，男女生啊，他们很会表现自己，口才很好，然后也很幽默，然后也很会跟人社交。这方面其实是我欠缺的技能。可是，在这样的领域待久，其实我发现，这样的个性不见得是不好，或者我自己反而会欣赏跟我类似这样的人，就觉得相较起来真诚吧，自己觉得最迷人是身材，相信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最迷人的地方吧。那你觉得你最不迷人的地方？最不迷人。对，你刚刚讲到的是个性啊，你骄傲你的身材，但是可能对于自己个性上会觉得不够，对不对？尤其在这个圈子，对，演艺圈啊、模特圈啊、表演的圈子，其实不太够，那顶着模特比赛第1名的光环出道，那应该所有人在看你吧？对，对于自己有任何的所谓的在精进啊，或者是一些有。举例说，在刚开始报名比赛的时候，我其实老实说，我吐了蛮多次，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那时候我知道台下有将近快500个观众，然后很多人都会看着你，所以在比赛的前一刻，其实我有那种很想要吐的感觉，因为我很紧张。后来比完赛之后，然后运气好的得了冠军。之后就开始去逼自己去适应人群，适应就是注目，因为这就是这个工作必须的。所以久而久之也慢慢习惯，就是在大家面前表演啊，或者是去拍照啊、秀身材这样子。第1名的光环在接下来的工作里面，客户或厂商或摄影师觉得你不好，或者是什么样类似的状况有发生过吗？有，尤其是前期的时候，自己本身还没那么专业的时候，可能拍照也不熟，然后也还没有被培训，所以可能动作或是表情有点尴尬、僵硬。对，僵硬、尴尬。那就我自己给自己的那个压力更大，然后我会觉得很失望，就不是只有客户这边对我的 complaint 而已，就我自己会觉得更失望这样子。你听过让你最难受的 complaint 是什么？可能是人身攻击吧。对，就可能他不是要来希望你更好，也没有要给你就是任何的指教，他就是纯粹的就是不喜欢你，然后纯粹就是要骂你这样子。或许因为我的写真那时候发行，所以我上了不少节目去打书，可能短时间冲了那么多流量，那可能确实会引起一些人会觉得，他凭什么？我觉得还好啊。为什么就是他可以出写真？为什么他就是突然之间大家都觉得他很好？就难免会遭妒了。我觉得这我承认。对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自己很帅？我必须说，从小到大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因为我小时候常转学，光是小学就有10几所，然后我也有被霸凌过，所以我其实一直对自己没有很有自信。对，所以说帅吗？可能妈妈吧，妈妈就一直灌输你，你是很优秀，你是独一无二，你很帅。对，不是妈妈说，不是妈妈，是你自己觉得。自己觉得可能是有收过一些情书之后吧，在高中的时候，对，有收过一些女生的情书，之后才开始觉得，或许自己好像长得还不错，还可以这样子。健身这件事情能让人变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帮助。对，当你看到你自己的身体线条的时候，有成果的时候，你会有自信。当你在拍照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有把自己设定成什么样的人物，或者是把自己设定在哪一个情境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，去摆这样的 pose？ 你有变成那一个人吗？有，就会想象说，镜头下我是读者，他们的可能另外一半，那有点像是在调戏、挑逗另外一半，
的那种感觉，这是我的人设哦。对，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资讯爆炸时代，现在大家看多了这种肉体照片，所以大家不假思索就会去对这个人评头论足。他们也不会认真的花时间去想说，这个人的个性会怎样，或什么去认真了解这个人。那他们看到就觉得，哦，就是另外一个脱星嘛，就一个想要红的网红。对，所以也蛮可惜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就会变成已经很容易的去 judge 一个人。当你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，你当时的状态是舒服的吗？只是说，当摄影师可能要求你做你不想做的 pose 的时候，但是那是工作，对，那会需要，对不对？那你在现场会不会有一些例如说 argue 或者是什么的，或者是讨论什么的？我的这2本写真书的摄影师，他们基本上也蛮好沟通的。他们也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工作，所以他们蛮尊重我。照片拍完都会给我看所有的毛片，他们有，甚至我的公司想要原图，就是不小心漏点的原图，那摄影师有问我，征求我的同意，是否可以给经纪公司这样子，我觉得是蛮尊重的。当然有些照片我在拍的当下，我会觉得，会不会太露骨？我会紧张。所以说我才要问你说，当你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，当下你自己的感觉是舒服的吗？要看呈现出来的样子。如果呈现出来的样子虽然是性感，可是还没有到下流，那我还可以接受。对。就像舒淇说的，我脱了，但是我想要慢慢一件一件把它穿回来。你有思考过可能会怎么样做吗？因为现在大家对我的记忆点大多数在写真、对男模，对，我当然会希望说不会只停留在写真这一块，我会希望可以有更大的突破。我希望可以多做一点模特的相关的工作，像是往高级时尚、精品、高端时尚去发展。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，这个其实对我是有点吃力，一方面是身材，2方面也是脸蛋。亚洲模特的需求本来就已经不多了。那他们又会希望亚洲模特就是要更东方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再去走这条更难，所以我是保持着平常心保持平常心。对，能做的就去做，就是去吸收知识或者什么的。网页随时开随时有的状况之下，你怎么会想说，学生可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就跟你讲的一样，他们会自己去搜寻。网络那么发达，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我的一些照片，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学生、国高中生那种，他们也会有点尴尬，对他们来说。那基本上我就跟他说，那是老师的另外一个工作，那不代表我教师这个身份，我是完全切割的，大部分都能理解啦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你只是把这个调试得很好，你自己可以把这2个工作调试得很好，不容易。今天谢谢 Jack。谢谢。